Hello，各位玩家們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，我是大陸。在這次所整理的4月份清單中，同樣有許多不錯的手遊推薦給大家，其中就包括了硬核動作類遊戲，主打數碼獸 IP 的放水養成手遊，結合肉鴿加生存動作的遊戲，以及其他如末日喪屍題材、高爾夫、獵人查獵人 IP、解謎、生存類等等玩法的作品等你來發掘哦。這些遊戲的排名都是不分先後的，如果你想知道哪些好的遊戲，那就和大陸一起看下去吧。这款 Glory Edge 是一款以北歐維京人為主題的硬核動作遊戲。如果你玩膩了那種無腦砍殺，那這款可能會讓你覺得很有挑戰性。首先，遊戲戰鬥非常講究策略，而且敵人的 AI 還蠻聰明的，會繞到你背後偷襲，會格擋也會反擊。如果你只是瘋狂亂按攻擊鍵，那很快就被圍毆到死哦。所以我們就要學會觀察敵人動作，抓準時機閃避、格擋，然後再反擊。玩起來有點像黑暗靈魂的那種感覺。畫面表現和打擊感也做得還不錯，搭配北歐風格的場景和音樂，氣氛有到位，推薦給喜歡挑戰操作玩法的玩家。小時候看過數碼寶貝，對被選召的孩子徽章很有共鳴的話，那這款神聖計劃究其覺醒，應該會讓你覺得蠻懷念的。這是款主打數碼風格的放水養成遊戲，遊戲的核心就是培育和戰鬥。我們要扮演被召選的守護者，帶着自己的夥伴數碼獸，透過不斷的進化，讓他們變得越來越強。另外，遊戲還有勇氣、友情、愛心的徽章之力，讓你可以用來強化你的數碼寶貝哦。戰鬥方面則是自動進行的放水玩法，主要考驗的是事前隊伍搭配，培養數碼獸的強度和夥伴羈絆效果。整體來說，這是款主打輕鬆養成、重溫當年熱血感的作品。感興趣的話，就來試玩吧。怪物之谜是款 2.5D 視角，結合了肉鴿加生存動作的遊戲。如果你有玩過 Brotato 或吸血鬼幸存者，那這款應該很快就會上手。首先，我們要在狹窄的競技場裡面對一波波超多不同類型的怪物，然後想辦法走位和存活下去。每場遊戲你都可以透過選擇不同的卡片來構建自己的戰鬥風格，比方說叫出暗影分身幫忙打、丟毒陷阱控制敵人或電爆一群怪物。另外，遊戲還有離線模式可以玩，而且官方也有針對各種裝飾做優化，整體跑起來還是蠻順的。喜歡挑戰極限、走位閃躲的玩家，就來試試看你能撐多久吧。MiniZ Survivor 是款末日喪屍題材，結合了肉鴿加生存射擊玩法的遊戲。遊戲背景設在被喪屍淹沒的廢墟都市，你要扮演一名幸存者，面對成千上萬的敵人。操作方式很簡單，用虛擬搖桿移動角色，武器會自動攻擊，你只要專心躲避就好了。每攻擊敵人就可以收集經驗球來升級，然後從隨機出現的技能中選擇想要的能力，還有不同的武器裝備來組合出各種戰鬥風格。打敗了精英怪和 BOSS 還能拿到更強的戰利品。每場遊戲的武器、技能和成長路線都是隨機的，所以重複玩的變化性還是蠻高的。整體是款適合通勤或零碎時間玩的小品哦。高爾夫之星2是一款可以隨時享受揮桿樂趣的遊戲。首先，遊戲操作方式非常簡單，基本上就是要拉桿、瞄準、放桿，只需要幾秒就能上手。不過，遊戲中還是很講究策略的，像是風向、地形坡度，還有你選擇的球桿數據，這些都會在一定程度影響球的軌跡，需要好好思考一下才能打出好成績。另外，你還能跟全球玩家進行計時比賽，贏了比賽就能提升排名，看看自己的實力能排到哪裡。而且角色打扮系統也做得蠻細的，可以幫自己的高爾夫球手搭配各種服裝，借此來打造出獨一無二的造型。喜歡輕鬆休閒又有一點競技的玩家，這款很適合你哦。如
如果你剛好喜歡獵人插獵人的話，這款以原作動漫為主題，主打生存動作的遊戲就很適合你啦。玩法有點類似熱門的生存者類型，也就是我們要操控小傑、奇犽這些熟悉的角色，在密密麻麻的敵人中不斷戰鬥存活下來。當然，遊戲亮點當然就是每位角色使出的念能力啦，像是小傑的猜猜拳或是奇犽的神速，在畫面上呈現的效果還蠻華麗的，道路覺得驚起怪來也很有爽快感哦。而且我們還能收集不同角色，搭配屬於自己的念能力組合。想體驗看看，如果在獵人世界裡要怎麼善用念能力來求生的話，那就不妨來試試看吧。幽靈深處這款遊戲的話，主打的是互動式恐怖敘事玩法。如果你喜歡那種選擇決定命運或者是電影式玩法的話，那這款可能還蠻適合你的胃口。遊戲背景是在一片神秘又詭異的森林，玩家的每個選擇都會影響故事走向和結局，有點像是在看由自己控制的恐怖電影那樣。另外，遊戲在氛圍營造上相當不錯，劇情鋪陳的話則是比較典型的美式劇情。整體來說，會比較適合喜歡慢慢沉浸劇情、享受那種未知恐懼感的玩家。如果說你不介意看劇情，而且喜歡多結局設計的話，那就來體驗看看這場森林裡的冒險吧。Naring 是一款 2.5D 的动作遊戲，我們將扮演一位叫做納林的矮人戰士，目標是從哥布林、巨魔以及其他入侵者的手中來解放自己的家園。遊戲核心在於節奏明快的近戰格鬥，戰鬥的時候也蠻講究時機的，面對敵人攻擊時要抓準時機格擋，然後再立刻進行反擊或閃避，打起來蠻有那種一來一往的對決感。隨着冒險的推進，你可以去探索5個有着不同風格的區域，解鎖更強的稀有斧頭或盔甲來增強實力。整體玩起來是蠻考驗玩家反應的，每一步的招架跟走位都很關鍵。如果你喜歡那種透過戰鬥變強的遊戲，那這款或許可以來試試看。接下來這款西部法則是款節奏明快的像素風射擊遊戲，背景設定在經典的美國西部，我們要扮演一位警長，透過48個獨特的關卡，一步步挑戰各種槍戰、騎馬競速、拯救火車或人質的任務，最後擊敗邪惡的幫派，恢復小鎮的和平。首先，遊戲玩法還蠻靈活的，除了基本的左輪手槍、步槍子彈打完時，還可以把手中的武器直接丟出去擊暈敵人，再把對方的槍撿起來繼續打。危機時刻還可以啟動技能來放慢時間，來提高玩家在混戰中的優勢哦。配樂也很到位，營造出西部荒野的氛圍。喜歡挑戰不同射擊關卡的話，這款真的可以下載來玩玩看。這款 Golf Pico 的風格就很簡約，玩起來是蠻放鬆的高爾夫解謎遊戲。遊戲不太像是那種正規的體育模擬，反而比較像是把高爾夫當成核心，然後去設計各個需要動點腦的關卡。遊戲收錄了超過100個精心設計的球洞，分別分布在4個不同的場地，每個場地都會有一些新的機關或挑戰，像是牆壁、冰池、隧道等等，比較考驗我們對角度和力道的掌控。而且這款遊戲沒有廣告，玩起來還蠻舒服的。喜歡這種需要思考但又不會太緊張的玩法，那這款遊戲就是你的選擇啦。那麼這期的影片到這裡就結束啦，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遊戲。希望你喜歡大陸的影片，可以給到6個讚、分享和訂閱。那我們就下期再見啦，祝各位遊戲愉快。